前一阵子天气还比较冷的时候，我把室内催出小白芽的蚕豆在地里面少量的种了一点，当做是试水吧。现在有些呢已经从土里冒出来，长出小的绿苗了。现在天气已经变暖和了，我开始大批量的种我这批蚕豆覆盖作物了。看看，就是这一盆。这一盆蚕豆呢，一共是有2.5磅，可以种上很大很大的一片。我是提前在桶里边用水给它浸泡了一整天。然后沥干水之后呢，又在这盆里边放了1天了。我其实原本呢，并没想给这批蚕豆催出小白芽了再种，只是想浸泡1天，然后再放上1天沥沥水分。但是这批种子特别好，没想到1天的时间，有些就已经露出小白芽了。一会儿操作的时候呢，还要小心一点。我为什么是不想催出芽了再种呢？因为这次呢是种覆盖作物，要大批量的种植，所以我打算给它们拌一点这种生根粉。我用的就是这种经过有机认证的、价格又比较低的生根粉，是各种豆类都适用的。这种生根粉呢，有时候也叫孕育剂或者是接种剂，它主要是用来跟这些豆子混合在一起之后，你种植下去之后呢，它可以在豆类的根部帮助这些豆类植物形成根瘤菌。如果没有生根粉，它也会形成，只是这些生根粉会让它形成的更好一些。我们都知道，根瘤菌是能够改良土壤和增加土壤的肥力的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种豆类植物能够肥地的原因。这也是和我们种植覆盖作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完全匹配的。这种生根粉呢，对豆类植物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，就是能够促进这些豆类植物抗病害的能力，同时也能很大的提高它的产量。而且因为它是完全有机的，所以用一些呢，对我们种植这些蚕豆啊，或者将来的毛豆啊、豌豆啊，还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我戴上这种一次性手套，准备开始拌生根粉了。这一包呢是能处理50磅左右的豆子，所以我这2.5磅只用1/20就够了。我现在桶里边放了一点点豆子，然后加点生根粉，一会儿再放其他的。我就粗略的给它量出1/20的量吧，这也不需要那么精确。再加上点豆子，这些豆子呢虽然是已经晾干了水分，但还是比较潮湿的，这也有利于这种生根粉能够附着在豆子表面。再加上一层，开始搅拌。这种孕育剂呢，它是有效期的，像我这一包刚买的，也就到今年的年底，1年的时间。所以可以稍微的多用一点，尽量让豆子上能够都沾上，因为否则的话，我自己肯定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没有那么多种子可以种，到时候割过期了，那就浪费了。行了，已经弄完了，这就准备开种了。豆子表面呢，大部分都已经裹了一层了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地呢，也是提前处理了下。我打算种3到4排的蚕豆，然后剩下的位置可能将来种点豌豆、荷兰豆之类的。这地呢，之前只是初步的准备了一下，是没有完全准备好的。现在我给加一点菜园石灰。这菜园石灰呢，以前已经介绍过了，能够调节土壤的 pH 值，能给土壤补一些钙呀。然后像我这种复合的菜园石灰里边还会有一些镁和硫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。这种播撒器呢，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，快速的走上一遍，就可以把这些石灰均匀的撒上去了。像我们种这些豆类植物，不管是蚕豆、豌豆、荷兰豆、毛豆，还是平常的那些豇豆啊、四季豆，都是比较喜欢用一些菜园石灰的。尤其是对于你的土壤可能有一点点酸性的，那可能用些石灰，对豆类生长会更有利。像我这种大面积的豆类种植呢，我除了会用一些菜园石灰，还会在土壤的表面撒上一层平衡肥。撒过之后，我可以用耕地的机器从土壤的表面走上一遍，浅浅的把这些肥和菜园石灰和土混合在一起，之后就可以播种了。这种做法呢，也算是大面积种植过程中比较有效、比较省事儿的办法了。好了，该进行下一步了。
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，说老田，你的家里都是有拖拉机，全机械化耕作的，那我们普通家庭种植一般都是没有拖拉机或者是翻地机器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以前也是没有的，后来是随着面积越来越大，觉得有点太累了。其实你要是没有拖拉机这些机械化的东西呢，那你就是不要种这么大面积的地了，就少一点就行了，手工就可以处理了。当然手工处理肯定是比较累了，像我以前应该也展示过，我在手工处理的时候都是用那种比较硬的叉子，先把土松一下，然后用耙子把这些土给它搂平，然后再用这种比较大的耙子给它上面走一两遍，让表层的土稍微细致平坦一些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反正不管你怎么样处理，最少是要保证表层大概是20厘米左右，这个土壤是比较疏松、松软、细致的，那对植物生长是非常有利的。如果你的土地耕作时间比较长，那基本上你土下边1英尺吧，也就是30厘米左右，都应该是比较好的这种土质。这样种一些根系比较深或者比较发达的大型的植物，那它的生长会更好一些。像这种普通的小青菜啊，它的根根本扎不了那么深，所以也不用太在意。行，来看一下最后可以播种蚕豆的土地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接着我就开始刨坑种蚕豆了。像我以前呢都是搂钩的，但是我之前特别好用的这个锄头坏了，只能换上这把不好用的了，搂钩也不好搂了，所以就刨坑吧。刨坑的一个缺点就是容易把坑刨太深了，所以得稍微注意一点。最后只要保证埋蚕豆的时候上面盖上大概1英寸或者10英寸多一点点的土，也不能盖太厚了，否则的话蚕豆不容易发芽。我的苗之间的间隔大概是控制在6英寸，也就是15厘米。不过这种刨坑呢也刨不了那么精确，可能大部分都有20厘米左右。这边的坑好像刨的稍微有点歪。其实刨坑比搂钩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等会儿埋土的时候需要埋的土比较少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就是行距，我给它控制在30到40厘米之间吧，让它稍微行与行之间疏松一点点。我这片地呢，看起来后边肯定是要进行一次中耕除草工作的，因为有可能会草比较多，所以中间留的间隙稍微的大一点点呢，对后续的除草呀，或者如果万一需要追肥都比较方便。这是刨好的坑了，中间有一些不是特别直，有一个弧度，不过手工弄就这样吧。开始撒种子了，因为这批种子呢是质量比较好，所以我每坑里边基本上就放1个就够了。我也会看一下，如果播种的时候这种子本身呢它是比较干瘪或者比较小，看起来质量不太好的那种，那我就1个坑里撒2个。不过这种种子呢是挺少的，还有些坑呢我可能留的间距比较大，像这种呢我也给撒2个种子，给种子稍微分开一点。这次种子可能弄的是有点多了，后边每一个坑里边放2个的情况就多起来了。我做种子的计划的时候是按照它说明书上每1磅种子大概有多少颗，然后我再把这块面积算一下，最后算一下到底用多少颗种子，然后换算成磅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种子还有我这块面积的计划当时做的都不太够，可能还是太粗糙了。这样的话我就再挖2排吧，再挖2排把这儿都种上蚕豆，后边豌豆啊、荷兰豆就找其他的地方了。哦，居然还剩了一点点，再种上一小片吧。已经种好了，没想到规划是种3排，现在种了6排。最后拿锄头给它盖上一层土就可以了。明天会下雨，所以也不用浇水，而且这些豆类植物呢本身也对水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这也是它的易维护易管理的一个原因之一。这批蚕豆种完之后，第2天雨就下起来了，现在地还是湿湿的。我这地方呢，种豆类特别的容易，基本上就靠天吃饭就足够了，不用管它浇水，也不用花费时间铺设滴灌，更不会像那些青菜苗那样，你给它手工浇水不够了，它的生长会受到影响，菜苗就长不好了。
这些是第一批催芽种下的蚕豆，天气还是太冷了，到现在才陆陆续续的冒出一些芽来。不过一旦有一部分开始从土里冒出来了，后边呢就该渐渐的都出来了。看这儿有一个刚刚出来，子叶还没有展开呢。这边的这一颗更是正在使劲的顶着土，准备破土而出呢。后边呢我也会继续给大家追踪这批蚕豆，介绍一下蚕豆的芽虫防治、掐尖打顶这些基础的维护工作。等后边这批菜苗还有这些蚕豆都长起来之后，这菜园就是另外一个面貌了。